卖身青楼的女人有多惨，被老男人粗暴地撕开衣服，肆意地凌辱着身体。然而她只能默默地承受。可即便如此，还是有很多人羡慕，因为没有客源的他们只能拥挤在昏暗的地下室里过夜，好不容易有点吃饭时间，却被客人直接抗走。这便是日本一级悲惨的生活写照。陶若虽为杨惠楼的花魁，但她很是抗拒这个身份。在20年前，她的母亲作为迎春阁的头牌，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穷小子盛造。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她不仅为盛造生了一个女儿，还打算在夜晚私奔，结果被迎春阁的人追杀。就这样，母亲不幸离世，只留下嗷嗷待哺的陶若。可盛造毕竟是个穷小子，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只能将女儿托付给杨惠楼的老板娘抚养。而盛造则跟收留他的女人结了婚，不知道是不是报应，他们的儿子天生双目失明。盛造嫌弃儿子丢人，就将他关在家里不让出去。只有陶若经常来看他，还给他带各种好玩的东西。而陶若在杨惠楼老板娘的培养下，跟他母亲一样成为了花魁。可陶若只想做一名普通女子，可以谈婚论嫁，追逐自己的爱情。她不愿虚情假意，不愿被禁锢在这个地方。面对客人总是冷脸相待，对此没少被客人投诉。老板娘也因此经常找陶若谈话，可陶若却不吃这一套。为了让陶若常常记喜，转身就将陶若安排给了一个老头。而盛造则是凭借跟老板娘的关系，成为了一级中间人，专门将缺钱的女子卖入杨惠楼。陶若却对自己的父亲没有好脸色，一直觉得是他害死了自己的母亲。而盛造每次看到陶若，就常常会想起自己的已故的妻子，经常对她避而不见。又过于思念陶若的母亲，只能叫来歌姬朱子为自己演唱亡妻的成名曲。久而久之，朱子觉得自己是个替代品，很是厌烦扮演别人影子的生活，便提出让盛造将自己送进杨惠楼。他觉得在那里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，不必活在他人的阴影下。盛造只好答应，将他送到了老板娘面前。看着如此嚣张跋扈的朱子，老板娘很是不满，以他没有债务缠身，不会尽心尽力地服务客人，便拒绝了他。这让朱子很是不甘。离开时，正巧陶若迎面走来，正在气头上的朱子便出言嘲讽，而陶若也不是吃亏的主，当即回怼了过去，两人的矛盾也就此展开。回去后的朱子并不死心，盛造见他如此执迷不悟，只好将他送进了御水楼，嘱咐老板娘好生照顾，还将自己的手下秀芝留了下来，以防万一。可这里的生活并没有朱子想象中的那么美好，每天都是低声下气，虚情假意。他无法忍受，便来到桥上打算自杀。其实朱子只是想盛造能关心一下自己，而不是将自己当成别人的影子。可事与愿违，盛造根本不懂朱子的心思，于是他便下定决心重回御水楼，决心活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给盛造看看。两个一级为了客人在厕所大打出手，先给一巴掌甩出2米远，然后补上狠狠的一脚，地上的也不肯吃亏，脱下木屐精准地拍打对方背部。相扑手法被他们耍得淋漓尽致。可这还不过瘾，长发是最薄弱的痛点，双方都死死揪着对方的头皮，不让有任何喘息的机会。旁观者在一旁瑟瑟发抖，生怕下一个就是自己。这天，陶若在杨惠楼结识了一位富二代，一向清冷的陶若对他一见钟情。参加晚宴时，富二代赫然在场，而朱子看出了陶若的小心思，在他眼里只要是陶若喜欢的东西，他都不会放过。于是便推开公子哥的舞伴，效仿着开放大胆的美国风，与客人在灯光下跳起了舞。在场的宾客们哪见过如此场面，目光都被二人吸引过去。可对于杨惠楼来讲，这一幕无疑是巨大的耻辱。而陶若看着两人浓情蜜意，心中的醋坛子早已被打翻。无论是为了杨惠楼的面子，还是自己的私心，他都要将自己的客人抢回。可朱子怎么可能会同意？于是便在休息时故意来到厕所炫耀一番，直接将陶若的假发拽了下来，这让陶若无法忍受，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。最后虽然是陶若略胜一筹，但也很是狼狈。就这样，向来温和娴静的陶若披头散发地来到公子哥这里，而公子哥也是满眼心疼，将他拥入自己的怀中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。过了几周，陶若被检测出来怀孕，但医生却说她有结核病，若不将孩子打掉调养身体，自己将命不久矣。可陶若不想毁掉这份爱情的结晶，希望医生可以帮自己保守秘密。再加上自己的父亲被仇人报复，受了重伤，这让陶若心情烦闷，独自一人顶着倾盆大雨来到河边。正巧碰到朱子，他告诉陶若自己离开了御水楼，打算过正常人平淡的生活。而有着很深矛盾的两人，或许是因为同病相怜，相处的异常和谐。随着朱子的汽车离开，两人之间的矛盾也烟消云散。过了不久后，老板娘得知陶若怀孕的事实，为了能得到更多的利益，她让陶若谎称孩子是大金主角川的。可陶若怎么可能愿意？她还要等着心上人带着自己离开。当晚就找到角川讲明真相。
可已经年迈的大金主怎么可能不知？他愤怒地训斥了陶若一顿，将他赶了出去。可等了许久都未见心上人再次到来，一番打听后得知他早已离开，只留下他和肚子里的孩子。陶若这才明白自己有多傻，他每天心不在焉，只能机械地在舞台上表演。可他肚中的孩子该如何是好？这部40年前的电影一经上映就争议不断，因为它赤裸裸地揭露了日本艺妓悲惨的一生。可怜的陶若轻信他人的甜言蜜语，怀上了公子哥的孩子，最终被他无情地抛弃。自那以后，陶若每天精神恍惚，不知该何去何从，但为了生计，只能心不在焉地走向舞台，努力克制心中崩溃的情绪。动作交错间，同台出演的姐妹们劝她打掉孩子，虽然言语残忍，但这却是事实。这一刻，陶若的内心无比挣扎，脸庞虽被厚厚的粉底遮住，但举手投足间跟往常一样，只是身躯中的灵魂好似早已脱离。最终，她选择生下孩子。盛造得知后，顶着大雨连忙赶来，看着即将临盆的陶若，他满心愧疚，因为年轻时的无能为力，让女儿走上这条不归路。他决定亲自将孩子抚养长大。好在历尽千辛万苦，陶若顺利生产，刚养好身体，就抱着女儿找到朱子，分享这份喜悦。此时的朱子已经和秀智结婚，并开了一家小酒馆。虽说生意不好，但好在能养家糊口。曾经敌对的两人，如今坐在一起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可这一切注定无法实现。陶若在一次彩排中深感不适，经过检查后发现病症更加严重，没有几天了。就这样，亲自抚养孩子的愿望就此破灭，不得已只能将孩子交由老板娘抚养。朱子得知后很是不解，为何不将孩子交给自己抚养，这样至少可以保证孩子过上普通人的生活。陶若却制止了他，他觉得都是自己的错，若不是自己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，事情也不会发展成这样。而这一切都被门外的盛造听到，他找到老板娘，拿出自己身上全部的积蓄，只为让他归还孩子。老板娘不忍心拒绝，便让盛造将孩子抱走了。回到家后，陶若隔着玻璃看向自己的女儿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而他临死前还在想着自己的心上人会来找他，最终带着遗憾离开了这里。盛造则是来到朱子这里，用笑容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悲痛。朱子一眼就察觉不对，大声地质问他发生什么。在得知陶若离世后，他很是愤怒，拿起刀就要去报仇，却被盛造拦下。无可奈何的朱子大声痛哭。可就在这时，盛造的仇人到来，往屋里兜了一枚炸药。秀智为了掩护两人，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。为了能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，他们打算离开这里。来到火车站后，盛造交给朱子2张火车票，让他在这里等自己，独自一人去给秀智报仇。可终究是双拳难敌4手，再也没有回去。朱子则独自坐在长椅上，苦苦等待盛造。面对工作人员的劝告，他选择无视，眼里含泪地攥紧手里的火车票，渴望着奇迹的到来。许久之后，陶若的盲人弟弟已经长大，他的女儿也已3岁左右，坐在他的肩头，而杨回楼里依旧歌舞升平，好似一切都没有发生。